大家好，欢迎来到风 Talks。前段时间办赴日多次往返 Visa 的时候，由于需要提供签证照片，所以就研究了一下如何在家自己拍摄和打印照片。过程中除了免费的开源软件、自己的手机之外，唯一的花费就是一个柯达的 mini 照片打印机了。而且这个 mini 照片打印机以美国的物价来看，价格还行，有折扣的时候也就3口之家的一顿饭钱。其实美国有不少商店都提供拍签证或者护照照片的服务，比如 Walgreens、CVS 和 FedEx。有些需要预约，有些 walk-in 就可以，价格大概每个人$17左右。不过在家自己用手机拍照，时间上更自由，不满意也可以重拍，直到满意为止，主打一个方便。接下来我们就从打光、背景、打印这几个方面来说一下具体的操作过程。我会尽量说的比较详细，但是具体过程还是蛮简单的。先说打光，护照和签证照片都不允许脸上有阴影，那么充足的光照就是必须的，所以拍照的时候尽量选择在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进行。如果光照实在不理想的时候，可以考虑用家里的 LED 台灯或者工作照明灯，只要可以调色温就好，然后尽量把色温打高到接近日光的程度。如果感觉光照太过集中，还可以在灯头前照一张白纸来模拟柔光灯的效果。毕竟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专业的摄影灯和柔光灯罩的。用手机拍好照片传到电脑上之后，需要用软件把它裁切成正方形的，但是分辨率不要低于600×600，可以按照网上查到的要求裁切照片。大致上头顶上要留出一定的空间，上半身只露到肩膀就可以了，眼镜要摘掉，也不能露齿笑，保持表情自然就可以了。这是我用 ChatGPT-4o 生成的一张证件照，大致按照这个比例裁切就可以。下面也会用这张照片来做示范。美国的护照照片和其他不少国家的 Visa 照片都要求用白色背景，这一般来说都不是个大问题。不过就算你家里没有白色的背景墙，或者拍照的时候在背景上留下了影子，都可以用我接下来介绍的这种方法来轻松搞定。首先要用到一台 Mac 电脑，你只需要双击你拍好的照片，用系统自带的 Preview App 打开，然后用鼠标右键点击照片里人像的任何地方，接着点 Copy Subject， 人像就被从背景里抠出来，复制到了系统剪贴板里。接下来我们会用到 GIMP 这个开源的图片编辑器，它的下载链接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里。进到 GIMP 之后，我们点菜单里的文件、新建，在弹出的新建图像 Dialog 里，把图像的高度和宽度写成跟你原始照片大小一样的数值。我的照片大小是1024×1024，所以这里我就都改成1024。之后按确定，一张跟原始照片一样大的纯白色图片就建好了。接下来点菜单里的编辑、粘贴，把刚才复制好的已经跟背景分离的人像粘贴到这张纯白色的背景图片里。然后我们在左侧的工具栏里选择移动工具，把人像调整到它在原始照片里的位置。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图层工具栏里的合并图层，把人像和白色背景合并到一起。做完这一步之后，我们先来说一下打印的部分。我用的照片打印机是 Kodak Mini 2 Retro， 官方文档上说它的横向 DPI 是291，纵向 DPI 是300，也就是说当一个像素对应一个点的时候，600×600像素的照片打印出来应该就是签证或者护照照片所要求的2×2英寸。官方文档上说它的相纸尺寸是 2.1×3.4 英寸，实测的话其实是 2.125×3.375 英寸。也就是说理论上铺满整张相纸又不引起裁切的最小照片尺寸应该是 618×1013， 但理论毕竟是理论，现实是在一个618×1013像素的图片上放一张600×600的照片，打印出来并不能得到一张2×2的照片，而是 2.125×2.125， 而且图片也会被裁切，所以理论毕竟是理论。经过多次实验，我最后发现在660×1082的图片里放一张600×600的照片，就可以得到一张2×2的照片。当然打印出来之后要把多余的部分剪掉。接下来我们继续处理照片，在 GIMP 里点文件、新建，
把图片大小设置成宽660、高1082，确定之后就会得到一张白色的底图。接着我们切换到刚才处理过的照片，把它缩放到600×600。切换到照片之后，点击菜单里的图像，缩放图像，宽度输入600，默认情况下图片处在比例锁定状态，所以高度也会自动变成600。点击缩放之后，图片就会被缩小到600×600了。之后我们点击菜单里的选择全部，然后再点击编辑复制，这样就把整张照片复制到了剪贴板里。然后我们切换到刚才创建的那张底图，点击菜单里的编辑粘贴，我们想要打印的照片就合成在了这张660×1082的打印底图上了。最后我们需要点击菜单里的文件导出为，把图片导出成 JPEG 或者 PNG 格式都可以。用 Kodak Mini 2 Retro 打印照片需要用到 Kodak 的手机 App Kodak Photo Printer， 安装和用蓝牙连接打印机就不在这里介绍了，照着说明书做就可以，还是很简单的。都设置好之后，就可以把刚才做好的图片传到手机里，用 App 打印了。这台打印机的优点是不用担心普通的喷墨照片打印机的维护和干墨问题，它使用的是一种叫 Zinc 的特殊相纸。所谓 Zinc 其实就是 Zero Ink 的意思。最初由宝丽来历时10多年，耗资约1亿美元研发，现在被很多知名品牌的便携照片打印机采用。大概的原理是相纸上有黄、品红和青色这3种染料晶体，打印时相纸会进出打印机4次，每次打印机都会精确地控制温度和加热时间，用不同的温度来激活不同的染料晶体，最终成像。打印出来的照片还需要裁掉多余的部分，如果用白色底图不太容易找到照片的边界的话，在上面生成底图的时候可以给它填充一个颜色，这样等叠加上照片之后，2×2照片的边界就非常明显了，方便剪裁。其实我在帮照片去背景的时候也试过 ChatGPT 4o， 不过试了几次发现背景确实改好了，但是 ChatGPT 每次都会修改照片里的人物面部，就算在提示词里让 AI 只修改背景，不要动人脸区域都没用，希望 OpenAI 以后能改进这一点。不过相信以目前大模型的发展速度来看，应该会很快的。好了，这里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继续关注 PhoneTalks 后续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次再见。